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一颗从香港来的G 卡 W463-280G1 的，应该是 W461 OK。在1985年之前的280G1 的编号是19032，我们要做的是这颗加热阀的完修流量测试。这个加热阀主要的功能呢，是在作为我们冷车加浓的功能。因为在1985年之前的车种，它并没有电脑，它没有办法从ECU 去执行冷车加冷的动作。冷车加冷都只好用机械式的这颗加热阀。那大哥有在上面有做签名，以示对它要负责。那这个加热阀，它在冷车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插头没有供电也就是说车子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的这个泄油压力应该会在2公升以下。那到等有加热之后呢，这个插头有加热之后呢，也就是引擎发动，大概才会2分钟左右都达到温度60度的暖车完成。那这个时候它的泄油压力就应该会在3.4公斤，就黑字的部分3.4公斤左右。所以它泄油压力会有个落差，那产生那个引擎在供油加浓的这个动作。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哥完修之后呢，它在还没有加热，也就是说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的泄油压力是多少？好，大哥打开电源了，它泄油压力大概在 0.8 左右那 0.8， 那等它引擎发动之后那有供电，有进行供电的动作之后呢，它就应该会在约莫2分钟的时间，它这个泄油压力它就会一直上升上升大概在3.4公斤、3.5公斤。那等我们2分钟之后再来看它的泄油压力的改变。大概经过2分钟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供电之后，它大概引擎发动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泄油压力已经从 0.8 现在上升到 3.2。因为借由这个压力差的这个改变使得我们的分油盘达到加浓供油加浓的功能。
接着在2分钟以后呢，这个压力就不会再改变了它就达到暖车完成的这个作用。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W461-280G1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前故障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9032。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经过30多年之后呢，这颗分油盘它的出油的状况因为都是被油箱这个污染源把我们的这供油系统都堵塞了。分油盘它是喷射系统的心脏，当时在30多年前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喷射系统我们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我们设定1分钟。好，开始。如果以这颗分油盘，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60到170之间。由于经过30多年的使用，那油箱呢是个污染源，就有点像我们公寓上面的水塔经过30多年。它里面就有很多脏的东西。那油箱里面呢的污染最主要是胶质、油泥那还有铁锈，还有一部分的沙子，把我们的这个分油盘这个主要供油的心脏都堵塞了。那喷油嘴它属于供油的末端它也连带堵塞。经过我们整修之后呢，油箱当然一定要先清除。把里面的滤芯油箱里面的滤网先做清除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再替我们服务20年。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一缸在140，第二缸135，第3缸145，第5缸150，第6缸155，第6缸140。那平均是落在140左右。那跟我们标准的出油量170就落差了30ml，所以它会产生供油不足引擎会。因为稀薄燃烧会产生高温，加速也没力了，而且我们看到它的误差值，每一缸误差值也偏高，已经超过15%。等大哥把分油盘整修之后，我们再来做一次测试。这颗编号19032从香港来的 G-Car W461的280G1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维修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都大概平均落在140ml左右，然后它的误差值稍微大，从130到150都有。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到170之间。由于油箱30年的老油箱把我们的喷射系统都污染了。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清洁的动作把油箱的滤网拆下来清洗之后呢，这个供油系统理论上它应该在20年以内，它不应该再堵塞。我们希望经由完整的整修之后呢，我们的老车能够再陪我们继续走下去。OK， 时间到。
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都在165，第四缸也是165，第五缸170，第六缸也是165，跟我们原先维修前的130，而且它的落差从130到维修前的平均值140，然后从130到150都有的这个误差值，我们现在已经整修完成。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在3%左右，成绩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如果它怠速的供油量不平均的话，那车子就会抖动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19032的香港 W461-280G1 的6缸分油盘完修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是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部分的测试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求的数值一定要在5%以内，厂方要求是15%，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期待上面能做的，尽量把它做到最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的出油量第四缸都在180，第五缸185，第六缸180。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值在3%以内，几乎没有误差成绩相当优秀，跟厂方要求的15%那真的是相当完美了。好，我们今天整个测试就到此结束，拜拜喽。